你们觉得哪个假面骑士的改件最好做呢？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一个霸剑，你看，也就是在黑色改件上面贴满水贴，胸部和右肩涂上橙色，更何况它的成本又不高。你看万代新出的石国剑呢，都敢卖到1万税钱。霸剑出不出的不好说，而且价格可能会更贵，因为这次没有定制包装盒，所以说用的是 QQ 空我的盒子，没有打包好，导致它的书本断成2半了。给它强行卡回去就行，不用胶水粘上。两边的车扣呢都是断掉了，我是用黑色的蓝凝胶粘上的，这样看上去没什么违和感。比起这3个断件更离谱的事情就是它这一个胸甲怎么这么大的缝呀？看上去这一个胸甲是一个单独的软胶分件直接套上的，丑是丑了点，但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胸部可动呢是增强了好多。价格就不说了，怕大家笑话。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它整体的造型吧，透露出来一股丰厚的穷酸味儿。身上纯黑色的装甲薄的像底衣，就肩甲做成了一个鸟的造型，分色全都是靠鸟缠绕在身上的图案组成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的装甲呢只是比较贴合，并不是没有，细节呢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只不过呢没有做出来任何的分色，就是个纯黑色的。它身上仅有的分色呢就是这些鸟尾巴的图案嘛，在装甲上又没有做出来对应的细节，所以说只能用水贴来分色。左肩甲呢也是纯黑色贴的水贴，右肩甲就是需要涂成橙色，然后在沟壑里面涂上一点黑色的线条，然后就是胸甲需要涂成橙色，然后在上面贴上超大块的水贴，然后就是鸟尾巴造型的裙摆是分成了7瓣，结构呢就是2层布，中间加了铁丝嘛，所以说可以自由的凹造型。头部的话也比较简单，就是一个黑色的后脑勺，然后除了剑和复眼呢都是涂成橙色就行了，唯一的难点就是复眼的边缘处呢需要涂成黑色的界面色，很明显它没有涂出来。然后这套改件吧，虽然说复眼细节做的是挺清楚的，但是这些件都做的好糊呀，而且呢还两边都不太对称。而想要改这一个八件的话，除了改件之外，就是需要树体喽。圣人系列最便宜的树体应该就是水狮子吧，它都出货4年多了，结果到现在它的全新还没有涨回2张以上。它的右腰闪了一条缝，肯定是用的生刃当树体。然后看一下胯部防穿帮，偷懒没有上色，露出来了生刃白色的底色，所以肯定是用的普通版的生刃改的。这样的话，下半身的关节都是白色的，而胳膊肘是左黑右红，同样下半身都是白灰色的关节。水狮子的上半身是纯黑色的，更适合改，而且更便宜嘛。虽然下半身的关节需要白改黑，但并不是啥困难的大事，顶多就是边边角角是喷不到，介意的话只能是加钱用彩肉生刃改，因为它的浑身关节都是偷懒用的纯黑色的。我之前马克九十分介意关节改色，是因为它是黑改白，需要喷很厚的漆才能够盖住黑色的底色，漆面厚会很影响观感，而且还容易刮蹭。而像不死鸟这种白改黑就无所谓了，薄薄喷一下就能够盖住底下的白色。配件方面先来看一下它的替换手型，因为造型都一样，所以说直接拿原装的改一下黑色就行了。毕竟原装的话组合度没问题，软胶材质也不用担心断掉，这样就得到了武器握持手还有放松手。因为它是原装嘛，所以说需要替换手背甲。手背甲的成色也是直接用水贴贴上就行，然后还有2只招牌炮的手，首先是一只晋升的手型，然后就是一只大握持手，这个就是它的招牌动作，握持剑刃嘛，像远古龙一样。因为是改件手嘛，所以说上面是自带手背甲的。武器方面呢，首先就是它变身用的这一把剑嘛，可以看到它是没有用透明剑还原出来图案的，而是用的水贴。另外一把就是天灾的武器嘛，它毕竟也变过霸剑。然后2只手各一把剑，疯狂的赤壁，可以看到它的剑身呢并没有用透明剑还原出来这一个图案效果，而是用的水贴。这些图案水贴的发色真的是好淡呀，而且它这一个剑身的水贴怎么贴的皱皱巴巴的呢？难不成是水贴做大了，所以说强行塞进去，只能是这样的。最后就是一把可以插进腰带里面的小剑，可以看到呢上面是有做出来水贴图案的。天灾的剑有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它的剑柄实在是太细了。我们都知道生刃系列的武器握持手呢，握持住这么粗的一个剑柄都是挺松的。而这么细的一个剑柄，可想而知，牙签倒大钢，这样的话只能是竖着拿，或者是用蓝凝胶来固定一下了。这套改件毕竟造型分色简单嘛，而且胸部是软胶材质，可能幅度会更大一些，完全不用担心蹭漆掉剑，所以说作为改件来说，这个绑起来还是非常爽的。哎，我操，不是哥们，是不是那些看不到的地方你是压根没有打算上漆呀？太逆天了吧！好家伙，这真的是被其他分件盖住的地方是一点漆都不给上呀！我怀疑他是不是直接装上零件没有拆开，整体喷的黑补土呀？你还别说，这也是个办法呀！这样的话，直接整体喷成黑补土，再贴水贴就行了。所以真的要改八件的话，也太简单了吧！唯一的技术含量就是复眼上的黑色界面色了，这次真的可以说是你也可以做到。